这个女人最近总是做着一个奇怪的梦，她梦到自己来到一片小树林，树上挂着一个纸做的破风筝，地上还有一个隆起的小土包，她总感觉下面可能埋了一个人。小杰是一个裁缝店的老板，生意一直都还不错，这全都归功于这个男人。小帅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，经常给小杰提供各种订单。这天，小杰在帮小帅试一批新衣服的时候，还向他提起了最近自己经常做噩梦的事情。可当他说怀疑梦到的土包下面埋了一个人的时候，小帅却露出了一副担忧的表情。但很快他就又将话题转移到了工作上。晚上，小杰回到家睡觉时，却忽然被卫生间的水龙头吵醒，于是他就下床将水龙头关上，但同时也感到非常的纳闷，明明记得睡觉前关掉水龙头了。就在他准备上床继续睡觉时，又发现房门被人打开过，可是屋子里并没有少什么东西，他便没有多想，继续上床睡觉了。另一边，刚下班的燕子正准备回家，忽然在马路中间看到了穿着睡衣的小杰，见他鬼鬼祟祟的样子，燕子就匆忙跟了上去。可跟着小杰就又回家了。出于好奇，燕子按响了门铃，可小杰打开门后却显得非常的懵逼。燕子随即就表明了警察的身份，还说自己刚才看到小杰在楼下游荡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？小杰一听更懵了，自己一直都在睡觉，是你按门铃吵醒的我。燕子自然不会相信他说的话，反问道：既然在睡觉，那怎么还穿着高跟鞋？小杰看向自己的脚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燕子见他好像精神不太正常的样子，便向房间里张望了一番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于是便嘱咐小杰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，接着就转身离开了。燕子走后，小杰却看着那双高跟鞋陷入了沉思，难道自己真的出去过？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小杰感觉浑身酸痛，就好像搬了一晚上的砖一样，而且自己的双手非常的脏。再看床边，怎么到处都是泥土？带着疑问，他打开鞋柜，却发现自己的另一双高跟鞋上竟也沾满了泥土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自己睡觉的时候梦游了？可他完全不记得昨晚都干了什么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当天晚上他用胶带将房门封上，还在床边撒满了面粉，然后就躺下睡觉了。不出意外，他又做了那个梦，同样的小树林，同样的小土包，可这次他却真的在土包下面看到了一个人。小杰猛地惊醒了过来，可一睁眼就看到昨晚撒的面粉上全都是脚印，而且门上的胶带也全都被拆掉了，卫生间里的水龙头也被打开了。小杰一脸的惊恐。就在这时，前夫的妈妈打来了电话，说是前夫失踪好几天了，问有没有去找小杰。小杰一听当场懵逼了，急忙说没有。可前夫的妈妈却说，之前听儿子说要去找你拿回一些玩具的。小杰一听当场就急眼了，你别问我，我已经跟他们有关系了啊！他那么多女朋友，你去问他们呢。可挂掉电话后，小杰就看向了那盒玩具，确实已经不见了。更关键的是，几天前他确实在楼下的超市里碰见了前夫，前夫也确实说过要来拿玩具，当时还被前夫的现女友搞了一肚子的气。难道前夫的失踪真的和自己有关？要不然玩具怎么不见了呢？该不会是自己梦游的时候把前夫杀掉，埋在了梦里的小土包下了吧？这个女人睡觉前将自己的房门锁得死死的，然后将钥匙藏到马桶上方的水箱里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她怀疑自己睡着时会梦游。更可怕的是，她怀疑是自己梦游时把前夫给杀了。现在虽然做了预防措施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小杰还是决定晚上不睡觉了。他不停地喝咖啡、抽烟、打电动游戏，可架不住实在是太困了，最后还是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房门仍然是被锁着的状态，看来昨晚没出门。可就在他去卫生间拿钥匙的时候，却发现水箱被人动过了。果然，一番摸索后，钥匙并不在水箱里，结果却在化妆桌上找到了钥匙。这下他又不淡定了。就在这时，先前的女警燕子又找上了门，说是她的前夫失踪了，希望小杰可以去警局协助调查。来到警局后，面对警察的盘问，小杰不得不说出了自己可能会梦游的事，说自己长期做着同一个梦，在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可能埋着尸体的小土包。小杰还说了先前早上醒来时自己发现的梦游迹象。最后他痛哭地说，前夫可能是自己在梦游的时候杀掉了，尸体可能就埋在那个小土包下。对于小杰的这番言论，燕子是不太相信的，因为按小杰所说，他做那个梦已经很久了，而前夫不过失踪5、6天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小杰，2年前小杰的女儿就被人绑架了，最后还惨遭撕票。只不过当时的小杰并不愿相信自己的女儿死掉了，后来精神也变得不太正常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燕子拿出几张照片给小杰看，谁知小杰一看到照片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质问燕子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，自己都不知道梦里的地方在哪，你们怎么还有照片？燕子这才提醒了小杰一番，说这是你女儿遇害的现场。再次听到了女儿遇害的事情后，那些被他尘封或者被遗忘的悲伤再次涌上了心头。可他还是坚持说女儿并没有遇害，还质问燕子他们凶手都没抓到，怎么证明我女儿死了？燕子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，又没有他和前夫失踪有关的证据，于是就将小杰放了回去。回到家后的小杰从衣柜中翻出了女儿的遗物，看着这些东西，那些悲伤的记忆再次侵入脑海。但是这次他好像慢慢开始接受事实，他找到小帅，两人一起来到女儿的墓前悼念。他还告诉小帅，警方再次答应会一直追查案件到底，直到抓住凶手。可此时的小帅表面上表示警察一定会抓住凶手的，实际上又好像透露着一股担忧似的。当晚，小杰又做了那个梦，可这次他却在土堆下面发现了一个男孩的尸体。惊醒
后的他一脸的疑惑，怎么是个男孩？难道还有其他孩子遇害？于是他立马将事情告诉了燕子，可燕子却表示，那毕竟只是一场梦，没有证据，他们根本无法立案，可能是不忍心再看其他孩子遇害吧。小杰决定找出证据让警方立案，而他的办法竟是一个微型摄像头。女人将一个微型摄像头绑在眼镜上，然后就躺在床上睡起了觉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她怀疑自己最近一直在梦游。更关键的是，她好像还在梦游时发现了一个男孩的尸体。为了搞清楚这一切，她才带着这个摄像头睡觉。转眼一夜就过去了，女人一睁眼就看向了自己的双手，果然又是脏的，自己一定是真的梦游了。于是她立马开始查看摄像记录，果然她又去了那片小树林，而且她还在土包下挖出了一个行李箱，打开时真的看到一个尸体。警方看到尸体身上的衣服后，立马想起了什么，那正是2个月前另一个男孩失踪时所穿的衣服，而且那个男孩正是燕子姐姐的儿子。2个月来，燕子一直为寻找外甥而努力，姐姐甚至还埋怨她身为警察，连自己的外甥都找不到有什么用。很快，警方就找到了那片小树林，可并没有在那里发现装尸体的箱子，只在土壤中发现了一些血迹。看来这里确实埋过尸体，但是在他们找到这里之前，又被人转移了。难道凶手已经发现小杰找到了这里，所以才转移了尸体吗？为了尽快抓住凶手，燕子找来解梦大师给小杰解梦，在高科技的协助下，伴随着解梦师的引导，小杰脑海里仿佛又出现了梦游的画面，这些画面都是和小杰之前发现的梦游痕迹相对应的，但是最后却出现了一个男人拐走他女儿的画面，但是并没有看清凶手的样子。画面一转，小杰回到家想要休息，可刚一打开门，却发现好像有人潜入了进来。他急忙四处查看，却忽然被一个男人推倒在床上，逃跑时还不幸被刺伤。男人踩住小杰的腿，举刀就要刺向小杰。这时小杰也看清了男人的样貌，可这人他根本就不认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衣柜缓缓打开，小杰的女儿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同时一条双眼发红的恶犬也随之出现，恶犬扑向了男人。小杰忽然惊醒了过来，原来这还是小杰做的梦。小杰将梦到的事情告诉了解梦师，但是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梦到一个不认识的男人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梦到一些素昧平生，但其实呢，这些人的影像和他们的形象，其实也会潜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。那个男孩的尸体又怎么解释呢？燕子说，他们怀疑是小杰梦游的时候见过男孩的尸体，所以才会在梦里再次梦到男孩。小杰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，忙碌了一天，他也累了。小帅来接他回家，他却在车上喝起了酒。借着酒劲，他告诉小帅，自己在梦里看到了那个凶手的样子，是一个胖胖的男人。警察应该很快就能抓到凶手了。谁知小帅一听就慌了，连忙询问他怎么会梦到凶手呢？可一转头，小杰竟又睡着了。接着小帅就将车开到了一个偏僻的树林，拿出一个手电筒就想锤死小杰。可小杰忽然又醒了过来，一番反抗后，小杰逃出汽车，拼命地向树林中跑去。可一个不注意，被树枝绊倒，直接磕到了一块石头上。小帅赶来时，还以为小杰已经死掉了，于是就准备挖坑将小杰给埋了。殊不知小杰已经又恢复了意识。挖好坑后，小帅就开始抱怨：“你为啥非要追着凶手不放？我哥当初也是赌博输了钱才绑架的你女儿，我当时也是努力的劝他放人，可我去替哥哥筹钱的时候，他就撕票了。理由是你女儿看到了哥哥的脸，我已经在努力的补偿你了，我拼命的照顾你，把所有的订单都给你，你怎么就不能放过凶手呢？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。”说完就把小杰往坑里拉。可小杰忽然捡起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脑袋上，趁着小帅昏迷的时候，小杰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，了解了情况后，燕子还向小杰交代了他前夫的事情。原来是前夫的现女友不想让他和小杰接触，就将他藏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小帅醒来后也向警察坦白了一切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在哪。警方推测凶手一定也发现了小杰，为了以绝后患，肯定会对小杰下手的。于是他们就在小杰家附近埋伏。果然有一天，凶手真的出现了。最后警方成功抓住了凶手。落网后，他最终承认自己总共杀害了2个孩子，而之所以会去转移男孩的尸体，是因为他最近也总是做梦，梦到有人发现了男孩的尸体，所以就去埋尸地查看，就看到了小杰在挖尸体。他本想去杀了小杰，可一转眼人却不见了，所以就只好先转移了尸体。最后，警方根据凶手的交代，找到了男孩的尸体，也就是燕子的外甥。可姐姐看着儿子的尸体，却和小杰一样不肯相信这一切，甚至还和当初的小杰一样，继续张贴着寻人启事。